螢幕截圖是經常使用的電腦操作，而美觀的截圖是引人注目的第一步。我們也在非常多的文件或者是社交平台上都會使用到截圖。今天介紹的截圖工具 ShareX 是一個非常多人使用的截圖工具。希望透過今天的介紹，能夠讓各位輕易的製作出自己喜歡的截圖外觀。例如在圖片的外面加上一個色彩繽紛的邊框。以下就來介紹建議的設定步驟。從 GitHub 網站上面下載 X 以後，並且執行起來，它就會在系統夾裡面出現圖示。在圖示上面，我們可以點擊右鍵，再選擇 Open Main Window 就可以開啟它的主要視窗，或者 Double Click 也可以把它的主視窗開啟起來。因為目前繁體中文版它的翻譯，它都把這個 Task 翻譯成了排程，看起來非常的奇怪。因此，我建議大家先到 Application Settings 裡面將語言換成英文，看起來這些文字的描述就會比較正常一點。第一步就是要先做應用程式，也就是 ShareX 的整個操作界面的基本設定。例如語言可以把它設定成是英文，使用的主題你也可以切換成不同的樣式，比如說我把它切換成 Dracula， 它就可以變更它的操作的樣式，或者是有關於這個路徑也可以自己來做設定。預設的個人資料夾會放在安裝資料夾下面，另外建一個 ShareX 的資料夾，然後所有的設定備份跟 log 都會儲存在這個資料夾裡面。這個就看各位自己的個人資料夾需不需要去變動，需要的話你就用這個 browse 去換一個新的路徑。所有的截圖的圖檔存放的路徑可以在下面這邊做設定。如果使用預設的設定的話，它就是在安裝目錄下面的 ShareX 裡面會再新增一個 Screenshots 資料夾。同時呢，也可以去設定你這個資料夾需不需要做日期子目錄。比如說我們在這邊可以設定年度，然後減號，再加上月份，這樣子每一個月份的就會儲存在月份的資料夾裡面。我是習慣會自己放在其他的資料夾，因此我就勾選了自定的路徑。其他的設定呢，像在這個 settings 裡面，可以把這個是不是要自動清除舊的備份跟舊的 log 檔是不是要自動清除掉，你可以把它給打勾。基本上我們只要設了這幾個以後， ShareX 就可以正常的運作了。接着我們來看一下做了截圖以後會來自動執行的這一些任務。這個就是在 After Capture Tasks 裡面來做設定。點擊了一下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項目。初期的就是有被啟用的項目，像我们這邊就是會把圖片給複製到系統剪貼簿，同時會把圖片給存成檔案，接着再做上傳的處理。如果你希望截圖以後立刻上傳到雲端硬碟的話，就會需要在目的地這邊呢來做一些其他的設定。現在假設我要操作的對象不是這樣子，我是希望截圖以後就是直接開啟圖片編輯器，因此我就勾選了這個 Image Editor。編輯器啟用以後，其實像這個拷貝到剪貼簿或是存檔這些動作不會發生了。因此如果說你在這個地方你又把它給啟用起來，執行不會有問題，但是其實後面這兩個動作還是不會做，其他的動作就是要在編輯器裡面自己來執行。先來執行一次看看。現在我要把這個視窗整個儲存起來的話，就是用這個 Capture Active Window， 也就是按下 Alt 跟 Print Screen。這個熱鍵當然也是各位可以在這個 Hotkey 設定裡面自己來做設定的。這個編輯器就出現了。那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對這個畫面做一些後置哦，比如說我要加框、要加線等等，就可以在編輯器裡面操作了。今天主要是要介紹美觀的邊框這個操作。如果希望每一次的邊框都不一樣的話，可以把 Beautify Image 項目啟用起來。到時候截圖以後就會進入美化圖片的視窗。當你的視窗關閉了以後，它才會繼續執行編輯器。再來試一遍，這個就是美化圖片的畫面。在這個地方可以來設定背景，像我這個背景是設成用漸層，然後選擇這個顏色。點擊了這個色塊以後，就會出現更多的顏色可以讓我們來選擇。比如說我現在選擇這個項目，可以看到它的外觀就改變了。還有這個 Margin 也可以自己來變更它的大小，這邊要點一下 OK。然後圖片外面這個填充也可以透過它來做選擇，還有圓角也可以來這邊做設定。這個就是所謂的美化圖片。設定好完成以後，就可以把它給關閉，接着它就會再進入編輯器。各位可以看到剛剛的美化圖片就整個套用進來了。但是因為美化圖片的這一個視窗每一次都會開啟，那沒有辦法做到自動套用。如果我們希望要做自動套用的話，就是要使用圖片的效果，再來變更一下這個 After Capture Task。首先把這個美化
圖片項目給勾選掉，然後接着再點選 Add Image Effects。這個 Effects 是這邊可以看到它的名稱叫做 Default， 它的設定是在 Task Settings 裡面，在找到 Image 裡面有一個 Effects， 點擊一下這一個 Configuration 就可以來做設定。在這個地方就可以設定一個效果，它的名稱叫做 Default， 這個名稱隨便你自己定，只要有這個效果，它就會預先，到時候你勾選了 Add Image Effects 的話，它就會套用這邊的設定。首先把這一些項目給刪掉，可以看到它現在就是一個圖片的外觀，然後接着就把自己需要的效果給逐一的加進來。比如說我希望要加一個邊框，所以就在這個 Drawings 裡面找到邊框，這個邊框大小我改成用50個 pixel， 可以看到外面就有一個50個 pixel， 打成150的，我們改成50。我希望它是使用漸層，因此我把這個 False 改成 True， 然後接着再點擊一下漸層的顏色，在右邊的這個點點點再點擊一下，在這個裡面就有這麼多的顏色可以來讓你做挑選。假設挑選彩虹的這個顏色，選擇好以後點擊 OK， 各位可以看到邊框的顏色就已經改變了。接着我希望外面這個邊框是圓角，因此再點擊這個加號，再使用這個第二個選項操作，找到 Rounded Corners， 也就是圓角，可以看到這個圓角就已經出現了。然後這個圓角如果弧度大一點的話，假設我把它改成用50，那就可以看到它就會有一個圓角的50。這樣子設定好以後就點擊 Close， 再關閉，再回到這個 After Capture Task 裡面來看一下選項。現在已經把 Add Image Effects 勾選起來了，它已經變成是出題的了。接着我們再來操作一下，我就按一下 Auto Print Screen， 你可以看到這個邊框就已經加進來了，很容易的加了一個美觀的邊框進來了。在這裡面再來做一些編輯，假如這邊有一個框，然後再加一些線條，這樣子做好了以後就可以點擊儲存，或者是點擊複製到剪貼簿，這樣子這個動作就可以完成了。假如我們希望把圖片也变成圓角的話，要怎麼來操作呢？一樣再回到 Task Settings 裡面，再找到 Image Effects， 再點擊 Configuration， 然後在這個裡面再來加別的效果。因為現在希望它是圓角，就是複製一下這個圓角，這個第3個按鈕就是複製，然後接着我們把它往上拖，把這個 Border 往下拖好了。這個圖片要先做一個圓角，但是可以看到它沒有效果出現，這個是因為背景被黑色蓋住，就在幫這個圖片背景設定進來，因此就選擇 Drawings， 選擇 Background。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這一邊這個角其實有出現一個黑色的框，看不太清楚，我們把這個顏色換一下，我把這個顏色換成黃色好了。好，就可以看到4個角就變成黃色了。如果希望它不要出現這個黃色，一樣就是使用這個漸層。這個漸層就是選擇跟邊框一樣的顏色就可以了。我們來點擊一下，一樣選擇相同的顏色，再點擊 OK。它看起來就會正常一點，但是因為它這個圓角的處理，它每個版本都有一點點小的差異。目前我用的最新的這個 18.0.1， 可以看到它這個邊框還是有一條線，然後顏色好像不太對。但是如果我使用了開發版，也就是比較新的測試版的話，它這邊的處理就顯示的會比較好，因此這個版本不太一致，可能下一個版本的時候像這樣子的小瑕疵它就會修正好。因此如果各位覺得這個還是不太理想的話，這個圓角就不要使用，等它系統更新好以後再來使用它。那所以這個不實用的效果，把這個勾選取消，讓它回到直角的狀態。那這個就是如果圖片也要做圓角的話，要怎麼來操作？新的版本各位就可以再來嘗試看看。圖片效果不是只有在截圖的時候才可以自動套用，我們也可以在編輯器裡面另外再來套用別的不同的效果。我先製造了一區域的截圖，然後在這個編輯器裡面倒數第2個按鈕 Image 裡面就有一個新增圖片效果的選項，點擊一下它就會開啟效果的設定畫面出來。剛剛預設的那個效果它並沒有出現，那是因為自動套用的效果跟在編輯器裡面使用的效果是分別儲存在2個不同的地方。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自己來另外設自己的別的效果。假設我們來新增一個效果，圖片的邊緣要有波浪，在這個 Filters 裡面找到了 Wave Edge， 整個圖片的邊緣就會變成波浪狀，這個就叫做 Wave。這樣子我們就新增了一個新的效果了，到時候圖片就可以直接透過 Image 這邊自己來做選擇，選擇以後按 OK， 它就會根據選擇的效果自己來變動，就是這個效果是可以額外在編輯器裡面再來使用的。
剛剛有一個地方沒有提到，就是如果換了存檔以後，預設會出現的這個存檔的檔名是要在哪個地方做設定呢？這個設定的地方是在上傳裡面來做處理的，也就是點擊 Task Settings。在這個 upload 裡面有一個 file naming 的選項，在這個地方我目前就是把可以設定檔名格式的地方都把它設定成相同的格式，也就是年月日減號10分秒。它這個選項的這些變數都可以從右邊的選單裡面來挑選，只要做了這樣的設定，點擊儲存的時候它就會用設定好了這個名稱。以上簡單的為各位介紹了 ShareX 它怎麼來套用這個效果的一個方法。那它每個版本其實使用的方法都有一點點不一樣，那這個不同的效果其實它可以打包存成額外的效果檔，可以把這個效果檔分享給別人。我發現就是它現在網站上面提供的效果檔下載以後，在 18.0 裡面都沒有辦法正常的載入，這個應該是它版本之間的格式有變動，網站的資料還是比較舊的，沒有跟着及時更新。希望今天介紹的 ShareX 對於各位在制作截圖的時候能夠有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技巧對於你在電腦使用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再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節目。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